只要把这块吐司印在书上，吃下后就能对答如流。大熊靠着它背出古诗，结果却把自己给坑惨了。你们猜猜大熊最后吃了多少吐司呢？这天大熊正在为明天的考试急破了头，但是蓝胖子对这种情况见怪不怪，完全没有要帮助大熊的意思。大熊为了不考零蛋，求蓝胖子一定不要见死不救。蓝胖子听到这番话，直接掏出任意门，带着大熊来到了学校。这时蓝胖子掏出了驱除电风扇，大熊以为这有什么妙用，可见到蓝胖子想要吹走学校后，吓得赶紧抱住了电风扇，害怕真把学校给吹跑了。既然吹走学校不行，那么用动物灯把老师变成动物吧，这样明天就不用考试了。虽然这能解决问题，但办法却不是个好办法。蓝胖子见到大熊理直气壮要道具，气得马上说大熊平时不认真学习，接着背过身去，一副我不听的样子。然而蓝胖子根本抵挡不住大熊的眼泪攻势，加上大熊保证以后会认真，蓝胖子最后还是心软了，决定就帮他这一次。于是蓝胖子拿出了记忆吐司，大熊看到吃的，以为蓝胖子又拿他开玩笑。蓝胖子知道大熊不相信，也没解释，只是让大熊把笔记拿过来，紧接着把吐司贴在笔记上，轻轻一摁，字就印在了上面，然后再要大熊把吐司吃下去。拿起笔记就提问大熊，结果大熊还真的念出了正确答案，只有蓝胖子又继续问了几个，大熊全都回答正确。所以大熊只要把笔记全部印在吐司上，就能够顺利应付明天的考试了。可是吃着吃着，大熊却嫌弃吐司没有什么味道，让蓝胖子拿其他味道的出来。蓝胖子见到他还有时间挑剔，顿时气得牙痒痒。大熊马上用开玩笑的理由糊弄了过去，可没一会儿，大熊又鬼叫起来，因为笔记上最重要的几页被撕掉了。蓝胖子不明白为什么会发生这种事，大熊仔细想了想，记起是在擤鼻涕的时候拿来当面纸来使用了。蓝胖子对他无可奈何，明白大熊成绩差不是没有原因的。不过大熊很快就想到了对策，只要他去找人借，那么问题很快就能够迎刃而解了。想到这个办法后，大熊把背包装满了记忆吐司，决定去找最聪明的出木山借笔记。然而笔记对于出木山这种学霸来说简直就是鸡肋，所以这次大熊只能无功而返。不过记笔记的还有其他人，于是大熊又来到了小夫家，碰巧的是胖虎也在这里。可是胖虎不像来学习的，因为他的笔记上沾满了食物残渣和饮料，如果把吐司放在上面再吃下去，那滋味比现在考试还要难受。大熊放弃了找胖虎借的想法，扭头向小夫求帮助。好心肠的胖虎听到后，果断把笔记交给大熊，完全不给小夫反应的时间。可是在看到胖虎笔记上的污渍后，大熊差点吐了出来，赶紧把笔记还给了胖虎，转而找小夫借笔记。但大熊低估了小夫家的财力，没想到人家根本不用笔记，而是用高科技。但是大熊根本不会用这玩意，瞎捣鼓下把笔记内容给删了。小夫看见笔记被删掉，气得马上找大熊算账。这时热心的胖虎劝小夫冷静，如果没有笔记复习，那么他这里还有哦。小夫气急之下根本不领情，直接就说胖虎的笔记像抹布一样，说完还把胖虎的笔记拍开，却没想到把饮料弄得到处都是。等到小夫反应过来的时候，胖虎已经怒火冲天，抓起小夫就开始一顿胖揍。这下他们俩都别想复习了。大熊见到这幕，吓得溜之大吉，眼下就只有静香能够指望了。不得不说，静香的笔记非常干净整齐。这时大熊得意忘形的老毛病又犯了，为了能够在静香面前表现，他靠着记忆吐司背出了古诗。在得到静香的赞扬后，大熊就翘着二郎腿在静香的房间里吃喝玩乐。没一会，静香就疑惑大熊为什么不背书。大熊听到这句话后，觉得不能给静香留下不好的印象，于是又开始吃吐司。可刚刚吃得太饱，大熊现在根本吃不下。但最绝望的还是回到家后，大熊看到妈妈特别准备的超大份猪排饭，顿时心如死灰。听到妈妈是为了想让大熊考高分，大熊就没有拒绝的理由。好不容易挺过这关，大熊是什么也吃不下了。蓝胖子有些恨铁不成钢，难得他帮大熊取巧，结果给大熊机会都没用啊。不过他还是很尽心尽责，甚至安排强制不挑时机，强行喂大熊吃吐司。大熊熬过了艰难的一晚，
第二天清晨就直接住在了厕所里。等到大熊出来后，他已经拉到虚脱了。蓝胖子试着考他古诗，结果大熊根本就记不起来。蓝胖子还是没有死心，带住大熊就往他嘴里塞吐司。此时大熊心里后悔莫及，为什么当初没有好好读书？恐怕他以后再也不想看见吐司了吧。欢迎大家点赞、留言和关注哦，咱们下期见。